华尔街100年来最疯狂的一张门票 SpaceX 就在这个月的6月12号，它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总共募资了750亿美金，还在挂牌的当天，估值直接达到 1.77 兆美金，而开盘价从定价135美元直接跳涨到150美元，接下来的这几天更是一路狂飙，在6月16号盘中最高的时候还触及到了225美元。而那一刻 ，SpaceX 的市值甚至超过了亚马逊、微软，要升到全球第4大的市值公司。可是谁能想到呢？从高点开始，它就像坐了个过山车一样，直线的下跌。短短的几个交易日，到6月23号，股价一度跌破147美元的开盘价。当天的市值蒸发了约6000亿美金，差不多是1/3个台积电的规模，就这么一天内就没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八。那今天这支影片，我想用财报和真实的数据带你们拆解3件事情。第一，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冲上天，又迅速的摔下来。第二，估值2兆美金的 SpaceX 到底是真的有没有这个价值，还是吹大的泡沫？第三，如果马斯克真的做到，那这张门票会变成什么怪物？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能说这不是单一事件引发的，而是好几根引线同时被点燃。那第一根引线，也就是刚募款，它就狂烧钱。SpaceX 才刚挂牌没几天，就宣布要用600亿美金全股票收购 AI 程式开发新创公司 Cursor， 接着又传出要发行数百亿的公司债，所以各大媒体瞬间的报道质疑：刚拿了750亿，你转头又花600亿，然后现在再借几百亿。那这烧钱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第二根引线，也就是6月17号，是 SPCX 选择权交易的第一天。在此之前，市场根本没有方便的工具可以去做空它。而选择权一上线之后，看空的资金就立刻的疯狂涌入，也就加速了市场上下跌的力道。那第三根引线也是最关键的，也就是筹码太单薄。因为目前 SpaceX 大概只有4%到5%的股份在市场上流通，也就是说还有剩下95%全是被锁定的状况下，而筹码这么少，仅靠一点买盘你就能疯狂的拉涨。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一点卖压你就能造成瞬间暴跌，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在3天之内暴涨67%，也能在几天之内跌了30%的原因。而重点现在又来了，也就是更隐藏的风险，其实是在年底，这些锁定的股票将在12月份开始陆续的解锁。那这些大量解锁的股票，随时都可以出手哦。那反过来也就会变成压垮股价的解锁悬崖。但根据现在市场上的状况，我们必须冷静的去思考这一件事情。95%的筹码还没有释放。考量到马斯克他要做的伟大壮举，并不可以用短线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那其实短线上的震荡就比较像是体现出市场上现在想杀短期内 FOMO 情绪的操作。那好，我们先冷静下来看财报，切回来现在的核心问题 ：SpaceX 真的值2兆美金吗？那我得先说好消息 ，SpaceX 它确实有稳定赚钱的金鸡母，也就是星链 Starlink。而现在星链已经覆盖全球164个国家，靠每月的订阅费就撑起年约187亿美金的营收，是公司目前最稳定获利的部门。但坏消息是 ，SpaceX 在去年净亏损接近约49亿美金，而在2024年，当时它还是盈利的哦。那为什么才隔1年就由盈转亏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无底洞 AI。而在今年2月份。马斯克把自己的 AI 公司 XAI 直接并进了 SpaceX， 而这个 XAI 就是个烧钱机器。那 Starlink 辛苦赚来的营业利益，几乎就被他一口气的全烧光了。光是今年第1季，公司又盈亏了约43亿美金。那我们再看估值，2兆美金相当于用90倍左右的市销率来去买这一家公司。所以你买的并不是他现在可以赚多少钱，而是在他未来的故事价值多少钱。那马斯克自己也喊出2030年营收将冲到1兆美金，就连最乐观的高盛模型也只敢估他2030年约4740亿美金，而且还得靠 XAI 营收从现在的基数暴涨100倍才可以。
所以这时候市场上就有很多的说法，每个人都在画大饼。但如果我们用马斯克最常说的第一性原理来去推导，剥离现在所有的吹牛，所有 AI 的狂热，回归最底层的物理与财务的现实，那答案其实就只有一个。那我们就直接来先敲一下计算机。首先 SpaceX 上市的当天，总市值是 1.77 兆美元，发行价是135美元。那我们把这两个数字相除，你就能发现 SpaceX 在市场上总共被切成了131亿股的股票，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的分母。那接着我们拿华尔街最冷静、最理性的标准去算它未来的真实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去听马斯克画大饼，只看高盛模型中单纯靠着星链稳定的收月费、火箭照常发射的预估，那到2030年，它一年的真实营收也就大概是1000亿美元。而按照正常顶级科技股的标准，这代表它在4年后，2030年的合理身价，也就是大概是8000亿美元。但是那是4年后的事情，对不对？华尔街的机构要把未来的8000亿，再扣掉这4年的风险还有等待时间，把它折回2026年的现在，那答案就是它今天只值5084亿美元。那这5084亿美元，也就是现在全世界冷静的投资机构认为 SpaceX 目前不包含任何的 AI 泡沫最正常扎实的骨肉身价。最后我们把这个冷静状态下的实体身价5084亿美元除以刚刚我们再算出来的总股数131亿股，那5084亿除以131亿，答案也就是 38.78 美元。这样你听懂了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现在市场上因为 AI 狂热还有筹码太薄的状况下吹出来的泡泡全部戳破，那 SpaceX 靠着现在本质业务合理的股价其实就只有38到40美元之间。所以当初发行价定在135美元，甚至被一路炒到225美元的时候，那这中间多出来的100多美元，全部都是因为市场过度的 FOMO 而心甘情愿多掏出来的信仰与梦想溢价。那好，刚刚我们用第一性原理戳破了现在所有的 AI 泡沫，算出 SpaceX 它合理的底价只有38美元。但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那如果马斯克他并不是吹牛，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现在马斯克的终极剧本到底是什么。在2026年初，他把 XAI 并入了 SpaceX， 而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轨道资料中心。那他要把 AI 超级电脑发射到太空中，用无尽的太阳能去发电，用宇宙的绝对零度来去做散热，而彻底解决现在地球上 AI 算力遇到缺电和过热的物理极限。同时再透过覆盖全球的 Starlink 的 V3 卫星，把最强的 AI 算力直接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如果这个疯狂的计划在2030年真的部分实现的话， SpaceX 它将不再只是一家火箭公司，它会变成全人类基础设施的绝对垄断者。它掌握了全球的通讯，掌握了最强的 AI 大脑，甚至掌握了各国的军事情报。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身价会价值多少？我们再敲一下计算机。那第一步，也就是营收天花板。按照马斯克自己的说法，如果他垄断达成的话，2030年 SpaceX 的年营收将达到惊人的1兆美元。但我比较习惯先对半计算啊，那实际的数据还是要看未来的财报。那接下来第二步，也就是垄断级的市场估值。当一家公司垄断了人类的未来，那华尔街绝对会陷入疯狂。如果我们拿过往辉达或是特斯拉在最巅峰时期的极致市销率，给它个保守的10倍或是乐观的25倍的乘数，这也就意味着 SpaceX 在2030年的总市值将会高达到5兆到12.5兆的美元之间。那接下来第三步，也就是终极股价会是多少？如果我们把5兆到12.5兆的市值再除以目前的131亿的总股数，那各位观众答案也就出来了啊。每股单价将会来到381美元到954美元之间。但如果真的是达成1兆的话，那也就是1000美元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华尔街现在有这么多的顶级机构，明知道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泡沫，明知道发行价135美元贵得离谱，却还是蒙着眼睛继续往下跳的原因。但是如果失败了，他们顶多就是赔掉几10%的本金，
但如果马斯克他真的做到，这张$135的门票，在4年后将会是一张翻了好几倍，直接可能冲上千美元的通天神券。那这其实就不是在买股票，这比较像是在买一张人类文明升级的超级彩票的终极赌局。那这样你敢跟吗？但是不管你信不信马斯克的终极剧本，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 ，SpaceX 它的崩盘不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其实是整个 AI 高估值、大船摇晃的信号。那你看哦，它第1季上百亿的资本支出，还有并进来的 XAI， 现在的 SpaceX 根本就是一档 AI 的概念股。而整个 AI 市场现在又是什么状态？我给你们2个关键数字。第一，去年也就是2025年。AI 相关股票贡献了美股约80%的涨幅，整个牛市可以说是几乎靠 AI 这一根柱子在撑的。而第2个，现在科技业的资本支出占营收比已经冲到34%，比2000年的网络泡沫高峰的32%还要更高。然后现在连最有名的大空头，2008年做空房市赚翻的 Microburry， 现在都跳出来做空 AI 龙头，只能说现在真实的终端需求小得非常可笑。结果接连着硅谷大佬 Peter Thiel 也清空了 AI 的晶片股，还有软银也大幅的减码。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线连起来一起看的话， SpaceX 的崩盘其实就是一个讯号，市场上大家都开始怀疑这些动辄上兆的公司是真的能赚到这么多钱吗？还是大家都只是在画大饼？那现在最明显的证据，也就是 SpaceX 它一挂牌，其他的太空股都全部跟着崩盘，有的单日还跌了30%多。那资金不是流进整个产业，而是从别的公司抽出来塞给 SpaceX 这一家公司。那这也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繁荣，而是泡沫挤压的开始。好，那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的风险，可为什么现在还是大把的人要抢着买 SpaceX 的股票？那第一个也就是技术壁垒有够硬。有分析师直言，单论火箭发射这一项技术 ，SpaceX 就领先所有竞争对手至少有10年。那我觉得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差距啊。那第2个也就是背后藏着大靠山。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悄悄的持有 SpaceX 约 4.9% 的股份，而一旦上市，这部分的股份价值直接超过1000亿美元，连 Google 都重仓压住了哦，那本身就是对公司实力的强力背书。那第3个也就是马斯克效应，这一次 IPO 直接把马斯克他推上了全球首位的兆元富豪的宝座，他手上握着超过82%的投票权，那对公司有着绝对的掌控力。那市场还一直在传，他下一步可能要把 SpaceX 跟特斯拉直接做合并，打造一个横跨火箭、卫星、AI、电动车的超级帝国。那最后我们得说说那位在 IPO 汤颠敲钟的女性总裁 Gwen Shattuck， 那她被称作为太空妈妈，是真正让 SpaceX 的火箭能赚钱的人。这家公司它从2022年仓库起家，被嘲笑了24年，像疯子一样在做火箭。马斯克他负责仰望星空去描绘这些蓝图，而把这些蓝图变成一张张真实订单的人，也就是他。那不少投资人都说，只要格温夏特维尔还在的话，那这家公司就相当于多了一张定心保单。那光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其实就足以撑起一整支影片。所以这一集我们先点到为止。那我们就回到最刚开始的问题，史上最大的 IPO 刚上天它就摔下来，那我们现在到底是该追还是该等呢？那就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短线上来看的话，它是一只筹码稀薄、涨跌剧烈的高价股。现在抢着要购买的，那你跟它赌的也就是胆量。长线来看的话，它是需要长久时间才能验证的太空帝国梦。那你抱着它需要有很长期的耐心。而它真正的命运不只取决于说火箭能飞多高，还有星链有多少人使用，而是要看接下来整个 AI 经济的泡沫到底是能持续转动的飞轮，还是一戳就破的纸牌屋。那最后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下这一支股票现在每一天的波动都很大，你看到这支影片的当下，那股价可能和我现在讲的已经都不一样了。那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觉得有帮助到你，那请再帮我按个订阅、按赞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